蛮荒大祖携蛮荒天下最强战力现身剑气长城，陈清都昔日挚友竟现身妖族阵营。随着沉睡了万年之久的蛮荒大祖苏醒现世，陷入沉睡中的王座大妖们也纷纷被唤醒了过来。最终，蛮荒大祖和代表着蛮荒最强战力巅峰的14王座大妖们皆现身剑气长城，并且14王座大妖还率领着数不胜数的妖族大军。而在这前所未有声势浩大的妖族大军出现后，剑气长城所有剑仙都明白和蛮荒妖族的最终决战已然来临，所以陈清都也带领着剑气长城之中所有的上5境剑仙现身在城头之上，看着阔别消失了万年之久的老对手妖族大祖，纵然是陈清都也忍不住感慨：妖族大祖不愧是蛮荒天下的主人，若是他不主动现身，仅是稍稍离得远一些，他陈清都还真发现不了妖族大祖的踪迹。然后陈清都又打量了其他王座大妖们，这些代表最强战力的大妖们，陈清都和其中很多都打过交道的。至于为什么他们还能存活至今，那当然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所导致的。就比如当年有些大妖是运气好，或者是逃得快，又或者是皮糙肉厚没有直接被斩杀的。不过这都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最后看着倾巢出动的蛮荒妖族，陈清都再次感慨道：如今对于妖族、人族还有他们这些刑徒三方是该有个结果的时候，不知不觉他们已经当了万年的刑徒遗民，现在对他自己也该有个交代了。与此同时，来到剑气长城之外一线排开的14王座大妖们也突然全部落地。接着从他们居中的位置中，一身灰衣老者模样的妖族大族手牵一位12、13岁的稚童从中缓缓走出。这位稚童便是蛮荒大祖新收的关门弟子黎真。更为重要的是，黎真还有一个更惊人的身世，那就是黎真乃是陈清都至交好友远古剑修关照的魂魄重组所化。当初剑气长城的刑徒剑修们最初被发配到蛮荒抵御妖族时，趁着蛮荒大祖还未彻底合到整座蛮荒天下，陈清都便联合了2位剑术最高、杀力最大的好友龙君与关照，三人抱着赴死的决心问剑于蛮荒大祖所在的托月山。此壮举也就相当于3人是问剑于整座蛮荒天下了。这场惊天大战虽说重伤了蛮荒大祖，但龙君与关照却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就连剑术最高的陈清都也仅剩残余魂魄返回剑气长城。然而龙君与关照虽说战死，但2人并未彻底的消散于天地间，其中关照付出的代价最为惨烈，关照战至肉身彻底湮灭，魂魄破碎流散四方。只是这万年间，托月山妖族一直都在帮关照收拢魂魄，直到如今也不过仅是收拢了关照原有的一魂一魄，然后再东拼西凑缝缝补补了其余魂魄，这才勉强让关照得以重生，聚拢出了重新改名为黎真这具志同身形。虽说关照重现于世间，但由于黎真缺少了太多的魂魄，这也导致黎真全然忘记了所有的前尘往事。可自黎真开窍之后，蛮荒大祖和所有妖族并没有对黎真隐瞒其身世，他们反而是坦然告诉了黎真的前尘旧事。毕竟成为妖族傀儡的黎真，就算知道真相，也只会为妖族办事。相较于关照，当初一同战死的龙君则是相对于幸运一点。毕竟龙君虽战死，但他留下了2魂5魄附身于自己的灰袍之上，就连头颅也被保留了下来。只可惜龙君的头颅被枯骨大妖白银常年踩在脚底玩耍，甚至白银有了兴致，还会施展一点旁门左道的术法，让龙君的头颅变出一副战力相当于大剑仙的傀儡。虽说龙君保留下了大半魂魄，但龙君从来不以真面目现世，连那颗本就属于他的头颅都不去拿回，任由杀力大致持平的白银践踏头骨视而不见。甚至龙君反而对于昔年挚友的陈清都有着莫名其妙的刻骨仇恨。如今龙君更是已经位居蛮荒14王座之一。而就在蛮荒大祖带着黎真出现之际，黎真的手中还拽着一颗人族剑修的头颅，这脑袋的主人正是剑气长城一位隐匿在蛮荒天下600年之久的大剑仙。这位大剑仙不但剑术高，更是精通纵横百合术。这些年妖族间许多大妖之间的互相攻伐，皆是此人谋划而起。只是如今他却不幸被发现成为了妖族开战立威的工具，并且在妖族大祖和黎真身后还跟着飞升境大妖重光。随后重光按照妖族大祖的授意，独自临近剑气长城，对众多剑仙开始劝降喊话。重光说下一场大战开启，只要不全力出剑的剑仙，剑气长城被攻破之日皆可不死。此后是去蛮荒天下游历，还是去浩然天下看风景，皆来去自由。其余身在城头的下5境剑修不愿出剑者，或是离开城头者，皆是蛮荒天下的头等贵客座上宾。毕竟妖族的最终目标是整个浩然天下，可若是进入浩然天下，就必须要攻破剑气长城，所以妖族自然不想在剑气长城折损太多的实力，能劝降一位剑仙就会为妖族保存一份实力，因此妖族才会派出大妖喊话。然而城墙之上的剑仙们听到大妖的喊话，却是寂静无声。只有董三更冷笑地回道：南边的上5境大妖们，先登城头着先死。随后陈清都便与故人妖族互相问候了一波。陈清都为了还礼，也为了告慰那位陨落的大剑仙，他还随手斩杀了一位被囚禁在剑气长城牢狱之中的飞升境大妖。这位大妖同样是妖族的嫡传弟子，对此妖族也不恼，他反而是让弟子黎真来和剑气长城打最终决战的第一场。
别看黎真才12岁，他更是扬言剑气长城30岁以下的随便来，并且还让对方多带半仙兵与法宝，不然真不够他看。那么面对黎真的挑衅，又会有什么样的阴谋？剑气长城又会派出谁与黎真争下这关键的第一场输赢呢？陈平安在剑气长城大战蛮荒第一天才离真，左右卫护小师弟一人向14王座大妖及妖祖问剑。随着蛮荒大祖带领14王座大妖兵临剑气长城，见过了久违的老对手陈清都后，蛮荒大祖便提议让新一代的年轻人来打第一场。妖族出战的正是蛮荒大祖新收的亲传弟子黎真。黎真出场便叫嚣剑气长城30岁以下的随便来。黎真虽年仅12岁，但他却是蛮荒这一代最拔尖之人，毕竟他乃是远古剑仙关照的魂魄重组所化。这些年黎真更是蛮荒天下重点培养的对象，所以黎真自然有狂妄的资本，并且蛮荒大祖还和陈清都立下约定，输掉的一方就要白白承受对方的一剑攻击。同时这一战也关乎双方今后大战的士气，所以这第一战的输赢自然无比重要。而蛮荒大祖派出杀力最高的黎真出场，自然是为了引出剑气长城的绝顶天才宁瑶，然后让黎真和宁瑶以命换命，逼迫陈清都离开剑气长城相救，这样妖祖就能占据蛮荒天下的天时地利与陈清都一战。然而妖祖的用意陈清都自然知晓，可若是剑气长城面对妖族的这点阳谋和挑衅都接不住，那还如何弹守剑气长城呢？所以陈清都没有犹豫，当即一招手，就把剑气长城所有能符合出战的年轻天才给换到了身边，其中有庞元几、陈三秋等等10余人，当然也有宁瑶与陈平安。就在众人知晓老大剑仙换他们的来意后，宁瑶毫不犹豫向前一步就要出城应战，但下一刻宁瑶就被陈平安给拉住了。陈平安只说了一句让他去。陈平安当然也清楚这一战是妖族针对宁瑶与老大剑仙的，所以陈平安又怎么会让心爱的宁瑶身陷险境呢？对此老大剑仙也没有异议，毕竟陈平安在剑气长城针对外乡人的问三关中已经证明过实力，如今剑气长城年轻一辈第一阶梯的天才皆不是陈平安的对手，而之前老大剑仙承诺过会出手相救陈平安一次，于是老大剑仙就笑眯眯地询问陈平安，和妖族的大战这才刚开始，你陈平安就不怕唯一一次机会就这么用掉了吗？那么下一次大战又怎么办？陈平安只是笑着回复说，那就到时候再说。然后陈平安一跃直下城头，再用陈清都斩杀的飞升境大妖换回了陨落的剑修后，陈平安望向黎真，他嘴角突然翘起，脸上笑容越来越多，眼神越来越沉寂。最后陈平安抬起头时，已是一张笑容狰狞的年轻脸庞。其实陈平安过往承受的许多事皆被他压抑在心中，加上其先生之死和书简胡问新局更是对陈平安影响很深。可在浩然天下行走时，陈平安又很难放开手脚发泄心中的恶念，这也导致陈平安心中不断积累的恶念一直都憋在他的内心。然而现在面对妖族，陈平安终于可以无所顾忌地把心中种种负面情绪全部释放出来，把这犹如阿胶的欲念给放出来溜一溜，让阿胶只管出锦龙抬头。陈平安和黎真的大战就此正式开始，可黎真却完全没有把陈平安放在眼里。不过为了能引出宁瑶一战，黎真就想快点结束战斗，毕竟黎真觉得他的对手就只有宁瑶一人而已。同时王座大妖们也明白，只有宁瑶出场，他们妖族才会在这第一场战斗收获更多。只要黎真能快点斩杀陈平安，就能让黎真接着打，到时候剑气长城的宁瑶不出场也得出场。于是就有王座大妖不讲规矩，王座大妖窃运直接向陈平安身前的大地之上扔出剑气，炼化了无数座仙家洞府亭台阁楼的房地产大妖黄鸾，也开始把炼化过的仙家府邸扔出砸向陈平安的上空。这些大妖便是助黎真营造出天地氛围，在心境上给足陈平安压力。与此同时，在大妖们出手之际，身在城头的陈清都便笑着告诉身旁的左右，身为大师兄，给小师弟折腾出一座干净清爽的战场不难吧？就算对方真要做得太过火了，你左右直接离开城头与之一战就好了，我陈清都会亲自帮你压阵。左右闻言点了点头，直接拔剑出鞘，截断了切运发出的剑光，然后又一剑将黄鸾扔出的宫殿化为齑粉。最后左右剑尖直指大妖黄鸾，但下一刻蛮荒大祖及14王座大妖们所站的一线之前，却蓦然出现了15个与之相对应的巨大漩涡，漩涡中皆有剑气破开虚空，缓缓而出斩向他们。浩然天下剑修左右等于是同时向所有大妖问剑。蛮荒天下和剑气长城无论是什么境界，其实双方心知肚明。今日战场上剑气长城这边越是瞩目者，下一场大战死的可能性就越大，毕竟越是瞩目的剑仙在蛮荒妖族的必杀榜中就越是靠前，越是会成为蛮荒的重点攻击对象。妖族就是要将所有威胁尽早扼杀在摇篮中，但文胜一脉可不会为了避险而藏拙。而如今剑气长城先是陈平安带明瑶出战黎真，后由左右问剑整个蛮荒妖族，浩然天下文胜一脉果然从来不讲理。那么陈平安与黎真的大战又会如何收场呢？陈平安是如何战胜蛮荒顶尖天才黎真的呢？在
在陈平安代替宁瑶出战蛮荒代表黎真后，心生不满的蛮荒大妖们就想让黎真快速解决陈平安，以此逼迫宁瑶出城一战。为此便有王座大妖不顾规矩出手相助黎真，给足陈平安压力。好在关键时候大妖们的出手被左右出剑阻拦，并且护犊的左右随即还一人问剑了整个蛮荒大妖。虽然左右的剑气最后皆被大妖们所化解，但好在有了左右的出手，大妖们也不再使小动作针对陈平安，陈平安也终于可以无后顾之忧，全心全意大战黎真了。面对妖族用来针对宁瑶的黎真，陈平安自然得全力以赴应战，毕竟陈平安对宁瑶的实力还是足够了解的，而黎真就有些瞧不起陈平安了。但心思缜密的他却也没有太过于轻视陈平安。黎真也明白能得到陈京都的认可代替宁瑶出战之人肯定不是平庸之辈，所以双方大战刚开始，黎真便布下了重重陷阱，然后废话不停的黎真又以年少轻狂的样子来激怒陈平安，并多次故意露出破绽，想把陈平安引入他布下的险境之中。要是换做其他没经过多少历练的年轻天才来对战黎真，他们还真有可能遭了黎真的刀。但陈平安在心境上可不仅和道家大佬陆沉较过量，在藕花福地陈平安更是被东海老道人带着走过了数百年的光阴，所以面对黎真的这点计谋，陈平安根本就不上当。陈平安只是一边应对一边实施自己的计划，察觉到不对的黎真这才开始正视陈平安的实力。随即为了尽快解决陈平安，黎真不仅吸纳了剑气长城中远古剑仙关照的残存剑意护住周身，其后他还豪横地以2件半仙兵和16件法宝为代价，布下了一座足以重伤玉仆境剑修的雷池天劫法阵，将陈平安围困。可双方智谋，陈平安仍是更胜一筹，因为陈平安竟骗过黎真，只留下出窍阴神被围困在法阵中。更让黎真没想到的是，陈平安竟早就阴神阳神出窍，将整个人一分为3，并且陈平安还把真身藏匿在陷入最危险的阴神之中，只留下阳神扮作真身吸引黎真的注意。黎真深知法阵的威力，所以黎真几乎把精力全都集中在了对抗陈平安的阳神中。在付出了重伤的代价下，黎真也是终于将陈平安阳神打得奄奄一息。同时身在雷池天劫中的陈平安阴神也即将被法阵最强一击击中。而就在这关键时刻，陈平安阴神及真身霎时躲进了齐先生所赠送的白玉簪中。要知道这枚白玉簪可是当初文胜送给齐敬春的礼物，玉簪中可是有着一片自成的小天地，这片小天地如同世外桃源，独立于外界法则之外，即便是修为通天的14境强者也无法轻易将其攻破。当初文胜便是希望齐敬春遭遇危机时能进入玉簪躲过一劫，然而齐先生却为了小镇众生毅然决然选择牺牲了自我，终究没有用玉簪保全自己。现在陈平安面对法宝层出不穷战力不俗的黎真，知晓玉簪用法的陈平安便选择在这危机时刻进入玉簪之中，以此让阴神的气息消散，让黎真误以为陈平安的阴神已被阵法诛灭。就在黎真自认为即将就要获胜掉以轻心之际，陈平安真身突然从白玉簪中出现，将措手不及的黎真一剑斩杀，就连其魂魄也被陈平安震碎。黎真终究是死于对自己的绝对自信，以及对陈平安的轻敌。在蛮荒妖族的情报之中，黎真觉得剑气长城之中唯有宁瑶才配做他的对手，然而他们却不知道，陈平安最厉害的不是战力，而是老谋深算，战术开花。